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正在举行。在昨天的开幕式上，国防部长董军宣读了习近平主席贺信，并作主旨发言。这是董军首次以防长身份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演讲中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正当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多重风险面前，大国要有大国的责任。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共筑和平，共享未来”，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及专家学者和各国观察员等1800余名嘉宾参会。论坛开幕之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2号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在会见黄永红时，张又侠说，希望两军保持高层密切互动，深化拓展联演联训、人员培训等各领域务实合作。黄永红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在会见迪西哈时，张又侠说，中柬是患难与共的伙伴，名副其实的铁杆。迪西哈说，中国政府和军队长期以来的深厚友谊和无私帮助对柬弥足珍贵，柬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12号，董军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智利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马达加斯加国防部长萨伊维洛、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马尔代夫国防部长加桑、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米尔佐、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各方预祝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对进一步发展双边军事关系表达了积极意愿。13号，数十名各国防长与军队总长级别的官员出席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国防部长董军在约半个小时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军队坚定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并肩，构建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董军还引用中庸名句，呼吁各国追求共同发展正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就不会因一叶障目，让局部的分歧影响我们的共同发展的大局。董军表示，面对东道纷争，应坚定政治解决的信心，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树立标本兼治的理念，共聚促和维稳的正向力量，共倡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大国应作出表率，以维护全人类安全为己任，摒弃零和博弈。大国之间良性互动，当好世界和平的稳定源。面对地区性问题，域内国家应联合自强，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宁，真正将地区的安全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董军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劝和促谈、政治解决是唯一根本的出路。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和解，早一天坐下来谈起来，和平就将早一天到来。开幕式致辞结束后，越南、新加坡、巴基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代表先后发言。其中，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表示，中国在南海发挥了关键作用，希望中非能继续展开对话。除了上午的开幕式以及2场全体会议，下午还同步举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话题涉及亚太地区安全、中美关系、中东和平愿景等。在主题为东盟与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分组会议上，南海问题成为焦点。来自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国家的代表，围绕构建更为持久稳定的亚太安全架构探讨沟通。南海问题它涉及到的国家数量之多，争议岛礁数量之多，争议海域面积之广，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一、管控危机，防止危机升级；第二，把争议搁置下来，来谋求推动共同开发，然后加快制定本地区的准则，就是南海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就是规范
在南海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关系始终是外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13号举行的主题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会议现场，挤满了各国媒体。美国今年派出国防部助理部长邦办蔡斯率团出席论坛。2019年，曾经以美国国防部助理防长邦办身份率团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如今是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的施灿德呼吁中美继续加强交流。The United States' effort to try to develop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tinue to maintain pathways for communication. 外界注意到，就在论坛开幕前，9月10号上午，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这标志着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提出的4项两军交流合作机制全部恢复。That's a great first step. They need to do more. 本次金砖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安代会期间透露，今年继续有不少国家表现出加入金砖机制的愿望。На сегодня о желании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форме подключиться 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заявило уже свыше 3 десятков стран, точнее 34 государства. 其中备受外界关注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也表达了有意加入金砖的想法。有消息称，土耳其已提出正式申请，在下个月的会议上，金砖国家将审议吸纳新成员的问题。今年初，土耳其决定将加入金砖列为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俄方当时表示欢迎，并将该议题纳入议程。土耳其外长菲丹今年6月在访华时再次表达加入金砖机制的愿望。他说，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这是土耳其除了加入欧盟之外的良好替代选择。土耳其横跨欧亚，1952年加入北约，2005年开启的加入欧盟的谈判陷入了将近20年的停滞。该国总统埃尔多安长期寻求独立外交政策，以提升土耳其的全球影响力。有分析认为，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显示对美国主导及主张的单极世界秩序不认同。观察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经济活力越来越强，也是其魅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与美西方的阵营对抗小圈子不同，金砖机制致力于建设以发展为核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扩员后的金砖国家 GDP 已经超过7%，占世界总量的36%。由于美元霸权近年来危及国际贸易，金砖机制国家正在共同建设一个以本币贸易的新支付体系——金砖之桥，以促进更公平的全球化，但不会以创建共同货币为目标。俄方透露，新支付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不受任何第三方控制。俄罗斯驻华使馆方面介绍，中俄贸易高达2400亿美元，其中92%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怎么样在当前这个全球这个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这个形势下，金砖国家呢更好的这个相互合作这更好的相互支持、抱团取暖，共同的应对呢这个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寒冬，更好的这个展现呢这个金砖国家呢这样一个合作的包容性，而呢反衬呢有些呢国家有些组织呢这样一个小团体的这样排他主义行为。另据国防部9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军队本月将派出海空力量参加中方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相关海空域举行的北部联合2024演习。此次演习旨在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据悉，北部联合2024演习结束后，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双方第5次海上联合巡航。中方还将参加俄军大洋2024战略演习。在去年7月举行的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中，中俄联合编队从济州岛以南附近海域起航，穿越大隅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从巴林塘海峡进入南海。中俄两国呢，在这个日本海这个军演，我们看到这也是明显的，也是为了回击包括呢也是当前的，包括东北亚的不确定、不安全这个形势，特别是东北亚这个小集团，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这个安全同盟，包括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呢，也是不断的加强，日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呢，也是更加的巩固，而且更加的富有进攻性。这中俄两国呢，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密切的一个战略协作，这样高水平的协作，包括呢这个军事演习、军事人员交流，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为这个本地区的
这个不稳定的安全形势呢注入了正能量注入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2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普京表示，热切期盼中方出席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金砖是否将扩容，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圣彼得堡会见王毅，普京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热切期盼中方出席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俄互信牢固，友谊深厚，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俄两国成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的双边的各方面的合作，正如副总先生所说，也都不断的取得新的成果，不断造福于我们的两国的人民。10月22号至24号，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将是金砖机制扩员后的首次峰会。而这次王毅访问俄罗斯3天，主要是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安代会是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王毅在安代会开幕式发言中强调，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遏制、霸凌有增无减，凸显金砖国家机制越来越重要。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抱持冷战思维，唱衰金砖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应。去年，金砖迈出扩员的历史性步伐。本周第79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本届联大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尽管由于美国在安理会的阻挠，巴勒斯坦仍然不是联合国正式成员国，但根据联大赋予的一项新权利，出席会议的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不再像以往那样坐在后排，而是像其他会员国代表一样坐到了前排，他前面摆放着巴勒斯坦国桌牌。I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all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to have Palestine seated where it's supposed to sit. 开幕会议结束后，很多会员国代表排起长队，向曼苏尔表示祝贺。Been here for quite some time. How do you feel to sit along? I feel great. This is a historic moment, and it is a significant step in acquiring our right, a legal right, and natural right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How's the other member states' response? Very, very greatly. There was a long line of people coming to our seat, extending their congratulations. We appreciate that and we cherish that. 日前呢，针对美英考虑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称，问题本质并非是否解禁，而是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俄乌冲突。有消息称，这是普京在这个问题上最强硬的一次表态。Решение будет принято. Это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прямое участие стран НА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е на Украине. Это их прямое участие. И это уже, конечно,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меняет саму суть, саму природу конфликта. Это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что страны НАТО, США, 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оюют с Россией. А если это так, то, имея в виду изменение самой сути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ы будем приним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решения, исходя из тех угроз, которые н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ваться. 过去几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一直致力于游说西方，试图给自己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松绑。据报道，泽连斯基已向美国提供了一份目标清单，详细介绍了乌克兰将如何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有消息指，美国总统拜登目前也已准备批准乌克兰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不过，对于是否允许乌克兰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拜登仍然犹豫不决。英国方面则已经决定将允许乌克兰对俄境内目标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但可能不会公开宣布这一决定。
有军事分析师表示，风暴之影对于乌克兰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另有1000多亿美元计划中的援助尚待交付。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希望在今年秋季结束战事，从而开启和平谈判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应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举行了会议。会上，联合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钟满全表示，冲突各方武器和弹药的转移都必须遵守国际相关条约及安理会的决议。他呼吁各方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及民用设施，早日通过政治途径化解当前冲突。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表示，使用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导弹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将导致严重后果。聂边贾重申，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是西方国家在拒绝谈判。在回应美方代表发言时，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美国代表在发言中传播虚假叙事，歪曲污蔑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中方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同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耿爽表示，中方呼吁冲突当事方展现政治意愿，相向而行，早日停火止战，开启和谈。国际社会应为此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切实帮助。所有有关各方都应以和平为重，以人道为重，将资源和精力投向停火止战的外交努力。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正在热播。《淬火》第3集中，中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内部以及弹射系统画面首次被公布，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片中还透露，一款新型战机正在测试。身穿舰勤马甲的是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高峰。2015年8月，他成为海军山东舰接舰部队一员，主要负责起降中队工作。他所在的航空保障系统是航母形成作战能力的核心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高峰身穿的黄色马甲背后出现了弹射字样，这显然是作为中国第1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的专属舰勤人员。高峰的工作岗位是在名为指挥站的一个位于甲板上的升降式小房间，高峰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监控人确认参数。好，最后准备。视频片段还展现了福建舰电磁弹射滑轨的特写，可以看到弹射器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两端有挡板支撑，中间仅有一条非常细小的缝隙。这也是迄今为止福建舰电磁弹射器最清晰的展现。它出现在淬火中也显示，福建舰已经具备了使用电磁弹射的能力。电磁弹射器是目前最先进的舰载机起飞辅助设备，它通过电磁力将飞机从航母上加速到一定速度，帮助飞机更快地起飞。与传统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更高效、更精确，能够适应不同重量的飞机，提高航母的运作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指挥站也是首次被公开。它采用多边形全向设计，可以全方位观察战机状态，方便操作，且收回时与飞行甲板的其他部分齐平，不会影响甲板的正常使用和整体性。其外形和功能与美国福特级航母上的集成式弹射控制站类似。需要试飞员配合我们就是论证这个流程，最关键一点，要从滑跃到弹射的无缝转接。这个不要干扰飞行员更多的精力，能够兼容滑跃的手势不再修改，最大极致的去优化缩短这个时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建舰的内部的结构呢，整体上面跟这个之前辽宁舰、山东舰它还是有很强的继承性的。当然同时呢，我们说作为一款采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这个方式的航母呢，它其实也很考虑了这个弹射器上舰之后，那么对于整个甲板结构的影响。那么包括我们说它的一些这个弹射器的控制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位置，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升降的设计啊，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最大限度的
提升对这个有限空间的使用，同时呢，也是最大限度的要增强这种跟之前一系列的设计的继承性。那么这个呢，主要也是考虑你的人员的训练。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已经具备实际能力，还体现在另一个细节中。多名福建舰舰员在舰上一个会议室讨论，他们身后的投影仪屏幕上显示2台橘红色的小车停在福建舰甲板的1号和2号弹射器轨道末端。分析指出，这是弹射器在测试时使用的配重车。一般来说，配重车的重量和实际舰载机的重量一样，它们能够确保飞机在短距离内加速到足够高的速度来飞离航母。从目前公布的画面分析，福建舰一共有3台电磁弹射器，其中2台位于舰首，1台位于舰中后部的左舷。在淬火第3集中，福建舰内部的画面也同时公布。在舱室中，舰员熟练地操作着各种设备，当中可见福建舰的内部布局简洁流畅，这无疑将极大提升福建舰各岗位工种的运行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淬火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是关于新型战机。2012年11月23号，歼15首次从海军辽宁舰滑跃起飞，是来自辽宁舰航空保障部门的张乃刚亲手放飞。他在片中表示，自己在今年放飞了新型战机。新型的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主桅杆上那面5星红旗有特别的鲜艳，看到那个场景，不由自主地哼出了那首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究竟是什么样的新型战机让张乃刚如此激动呢？说考虑到辽宁舰也好，山东舰也好，它滑跃起飞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说，很可能它的动力、机动性，都相当出色。从这个采访来看，提到了漂亮这个，或者说是很这个。美丽这个相关的形容啊，那么当年这个马塞尔达索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架飞机想要飞得好，它必须是漂亮的。那么未来呢，当然我们说也会在这个福建舰上面借助弹射器啊，那么获得一个更好的起降的性能啊，获得一个更好的作战能力。那么应该来说，我觉得有了电磁弹射这个相关技术之后呢，我们的整个舰载机的规模，包括它的这个品类，包括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序列的完整度，都会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更先进的比歼15或者是形成搭配，或者是形成这个交替的新的战机出现。